公主慢些，二将军他带回个姑娘，人已经醒了。带回个姑娘，还躺着不肯见我。成亲？怎么可能？我压根就没想过要成亲。你们说我是将军，还说我娶了妻，荒诞，简直比说我是个将军还要荒诞。宋儿，这婚事可是你亲自求来的，你如今……不可能，我志不在此，怎会成亲？唉，要不找个人来把他敲晕，看看能不能记起来。安安来了，宋儿，你看看想起些什么了没？虽说这婚事是父皇赐婚，名为天家赏识，实则不过是笼络将军府的手段。幸好太子哥哥与这商宋私交甚深，商家婆媳关系也和睦，这2年在府里的日子倒也和宫里一样自在。可坏就坏在我跟这夫君实在是不熟。宋儿，你发什么愣呢？这是你夫人啊！夫君，你还好吧？我不真是傻了，这就傻了，得赶紧让丫鬟去请宫里的太医来看看。成亲吗？成亲吗？他们说我是个将军，配得上你的。死小子，刚才跟你解释那么多，你是一点也没听进去啊！啊，二哥你……拿着本宫的令牌去宫里请太医。公主放心，将军并无大碍。那他现在这副样子，确认只是失忆，脑子没坏，只是不记得以前的事了。我开了几副治伤的药，先把外伤养好，其他的急不得。至于失忆，应当不会维持太久。将军底子好，过段时间估计就能想起来了。如果我没算错的话，他这是把行军入伍后，包括跟我成亲的事儿，全都给忘了。算了，失忆总比没命强，至少不用当寡妇了。母亲说，你是我的夫人，真的假的？这么说，我们是已经成亲了，对吧？你也知道，我这儿伤到了，有些事情我是真的记不清楚了。成亲？怎么可能？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要成。不可能，我志不在此，怎会成亲？成亲吗？这一家子幼稚鬼。先喝药吧。说使不上劲，夫人，你喂我吧。这满打满算才第3次见面，虽然是夫妻，但实在是不熟。若是夫人为难的话，我也是可以自己来的。就是手上这伤，怕是……罢了，夫人还是让丫鬟来吧。
这真的是传闻中那个稳重冷酷，一刀砍死一个敌军的大将军。坐好，我喂你。我不是故意不认你，是我现在只记得18岁前的事。那时候我确实并未娶妻，我便以为母亲他们是在唬我。对不起，夫人。夫人。你疼不疼？疼。夫人这是在关心我吗？你是我夫君，不关心你，我去关心别人不成？那不行，夫人心里只能关心我一人。你受了伤，快躺下休息吧。怎么了？这种眼神看着我。公主，方才将军的副将送了个姑娘来府上，说是将军亲自下的命令，人现在正在前厅呢。去前厅。人呢？情况不明，绝不能在这时候失了皇家体面。如果那姑娘真是商颂带回来的真爱，本公主定会亲手休了她。嫂嫂，你千万别生气。要是二哥真的敢做出对不起你的事，都不用你动手，我们第一个把他赶出家门。那姑娘舟车劳顿，刚进城便昏了过去，请了大夫来看，暂时把她安排到了听雨阁去了。这人你看着处理吧，我们不插手，但若是宋儿对不起你，我们亦不会放过他。今日事情实在多，我有些疲惫。既然人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也懒得管了，旁的明日再说吧。公主，您没事吧？出征2年带个姑娘回来，这是半点不把我这个公主放在眼里。不管什么情况，先备好和离书才是上策。得先让皇兄支持我，再让皇兄去劝父皇，简直完美。备马车去东宫。皇兄，你要给我做主啊！这是怎么了？商颂欺负你了？商颂他出征带回来一个姑娘，岂有此理！我这就去打他一顿。皇兄，你别急啊，我还没弄清楚那姑娘的底细呢，万一是误会可不好了。依我看，干脆直接找他和离算了，何必在乎这些？什么东西？怕是你嫂嫂养的狸猫又跑来了。皇兄，咱们说准了，若我真到了要和离的那步，你必须得站我这边。好，好，好，皇兄答应你，到时候一定举着双手双脚赞成，并且亲自帮你去说服父皇，这总行了吧？这还差不多，我先去看嫂嫂啦。商颂，你这回可是彻底惹到安安了。臣是绝不会与公主和离的。皇兄若再起哄，
不如我把带回来的那个女人送来东宫如何？上此安，你要是真敢把人送来，我就立马去安安同你和离。晚饭在东宫陪嫂嫂吃过了，我也懒得去前院再吃一顿了，不如先把这和离书写了。将军，夫人，你怎的不去陪我？可是嫌弃我了？出征2年，带了个姑娘回来不说，人又失忆。这为什么把人带回来也没法交代清楚？我是公主，绝不能在没搞清楚状况前就自降身份大闹一场，那太丢皇家脸面。不过，反正是好是坏，我都有退路。夫人，别忙了，跟为夫回房歇息吧。夫人，谁是你的夫人？夫人，你莫不是听说那姑娘的事了？我问过副将了，他说那日我重伤坠崖，是那李姑娘在山林里救了我一命，我看她可怜，才顺手带回来的。可怜？这世间可怜人多了，将军都要一一带回来养着吗？我只是还一份救命之恩。救命之恩，救命之恩大过啊！按话本里的细描，将军，你是不是改日便要对他以身相许，才算报了这泼天的恩情？既然将军已经选好了恩人，不如我现在就写了休书把你给休了，好方便你腾出正妻的位置，风风光光的把救命恩人娶进门，如何？你要休了我，你竟然不要我了！商颂哭了，不是他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将军，哭什么？这种时候明明该哭的是我才对。老天爷，将军哭得跟个泪人似的，公主竟然把将军给训哭了。咱们公主要是真的休了将军，将军怕是要哭死在这书房里。副将说，那日我掉下悬崖，那崖底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，到处是毒瘴怪石，他们找了3天3夜，都以为我必死无疑，甚至都准备好回去报信，说我死无全尸了。那后来呢？那姑娘是怎么回事？后来他们发现我被一位姑娘救了，带回了林子里的草屋。那姑娘说她父母双亡，在京城还有一线亲脉，她求我带她入京寻亲，我便答应了。寻亲？真的，我发誓，我连她长什么样都没仔细瞧过。原以为是带了个宠妾回来，没成想是带了个麻烦的恩人。只要不是那档子事，倒也不算难办。好了，既然是救命之恩，本宫也不是那般不讲理的人。夫人，你真的，你真不要我了？要，当然要，我可就这一个夫君，若是就这么不要了，岂不是亏大了？等等，你身上还有伤，大夫让你静养，你不好好在床上躺着，这时候跑来书房干什么？找你睡觉啊！我们既然是夫妻，如今我归家了，自然是要和夫人一起睡觉的。难不成夫人想让受了伤的夫君独守空房？胡说八道什么？你受着伤呢，万一晚上睡相不好，一起睡会弄到你伤口的。书房的床很大的，再者，难道我们以前感情不好，一直都是分房睡吗？肯定不是的，我们的感情一定很好，对吗？因为我即便不记得以前了，可现在一见到你，我就控制不住的心动。将军这失忆失的，倒像是变了个人，比以前直白多了。可若是知道真相，怕是要伤心了。夫人，你怎么不说话？难道我说的不对？咱们以前不是很恩爱吗？商颂，我本不想在这时候打击你，但你既然问了，你可知从大婚至今，咱们满打满算一共才见过几面？几面？咱不是成亲2年了吗？ 4次，新婚当晚1次，
第二天你接旨出征一次，今日你重伤归来一次，再加现在这一次，整整4次。4次，才4次。不对，即便只有4次，即便你说的这些我不记得了，但我现在看你还是觉得欢喜。我相信，2年前的我肯定也是第一眼就喜欢夫人的，而且夫人方才听说我带了姑娘回来那么生气，甚至要休了我，那说明夫人肯定也是喜欢我的，对吗？他这张脸我倒是挺喜欢的，至于人嘛，虽说以前不熟，但现在这副粘人样，倒也有待考察。公主，这姑娘从昨儿夜里就一直这么梦呓，大夫说她是惊吓过度，怕是这一路颠簸落下了病根。瞧这模样，倒像是被什么脏东西缠住了。公主，她若是一直不醒，咱们总不能一直这么供着吧？且再看看吧。我去过听雨阁了，那姑娘还没醒，梦魇缠身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夫人不必忧心，她既然能在崖底那种地方保住我的命，想来是懂些医术药理的。待她醒了，若她愿意，我便在西街给她拨个铺子，准她开医馆营生，也算全了这救命之恩。开医馆，那可是风吹日晒的辛苦活，万一人家娇滴滴的一位姑娘家不愿意出府受苦，就想留在将军府里报恩呢？那便留她在府里当个丫鬟。她是救了我的命，该给的路我给了，如何选？想必她是个聪明人，知道分寸。你有想法便好，省得本宫还要背一个容不下救命恩人的恶名。公主，将军，听雨阁那边传信，李月姑娘醒了。醒的倒是时候。走，随本宫去会会这位救命恩人。公主，您可算来了。这姑娘醒是醒了，可这脑子怕是傻了。傻了？大夫不是说只是惊吓过度吗？您瞧瞧吧，打从睁眼就那样，谁说话都不理，像被勾了魂似的。倒霉，真倒霉！怎么偏偏是这种破地方？这该死的传书，这剧情不对啊！传书，倒霉！这姑娘莫不是真的烧坏了脑子，说的尽是些闻所未闻的混话。奴婢该死，奴婢拜见公主。行了，本宫又不是那吃人的老虎，起来说话。本宫听将军说，姑娘入京是为了寻亲，如今人既然醒了，姑娘往后有何打算？可是要接着寻亲？我能不能留在将军府？姑娘，这将军府可是皇家。公主，您千万别误会，我想留在府里绝对不是因为将军，真的。哦，只是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，暂时没有落脚的地方。真的，等我有了地方住，我一定立马搬走，绝对没有半点非分之想。我可以在府里当个厨娘，我很会做菜的，真的，各种各样的新式菜我都会，而且我还懂些药理，一定能帮上忙的。这姑娘的眼神倒不似作伪，可当个厨娘，堂堂将军救命恩人，若真在府里洗手做羹汤，传出去，外头怕是又要说本宫刻薄成性了。公主，这位救命恩人倒是真有意思，
上赶着要进厨房烧火。行了，把手放下吧，当厨娘就不必了。怎么说你都是夫君的救命恩人，让你去厨房那等烟熏火燎的地方干粗活，传出去，旁人还以为本宫容不下你，故意搓磨将军的恩人。我与将军商议过了，既然你懂些药理，总不能白费了这一身本事。西街那边有一间药铺，寻思着让人修改修改，拨给你去开个医馆。既然姑娘你一心只想留在将军府里，那开医馆的事便全当本宫没提过，就此作罢了吧。真的吗？您真的愿意给我间铺子？那个，公主，我可不可以不去开医馆，改去开酒楼啊？开酒楼？李姑娘，那西街的医馆本是求稳的好营生，酒楼可是要跟全京城的厨子抢饭吃，你确定？既然你有自己的主意，那便随你吧。本宫只管把铺子拨给你，至于其他的，只要不闹出乱子，本宫便不再插手。公主，你真是个大好人，真的，我这辈子没见过像您这么通情达理的仙女。先别急着夸，既然接了铺子，那你可要尽力而为，可别败坏了本宫的名声。您放心，我一定豁出命去干。公主，这糕点味道确实新奇，比宫里御膳房做的还要爽口些。味道确实不错，看来本宫倒是能放心放你出府去折腾了。公主，我连名字都想好了，就叫珍馐坊。殿下，这是我在寻亲路上偶然得的古籍，里边有些东西，我觉得您一定会感兴趣。这些东西，劳烦嫂子趁着皇兄来看你时，亲手交到他手里。李月给的这些关于兵力分布、朝堂权谋的纸条，说是捡来的，却次次都精准的可怕。借着探望嫂嫂的由头，这些情报必须尽快递给皇兄。每回我都会把纸条收起来，借口去东宫探望怀孕的嫂嫂，借她之手传递给皇兄。启禀公主将军，宫里刚传下旨意，先前推迟的凯旋庆功宴定在今晚举行。躺了这么多天，伤也收口了。公主，将军还没恢复记忆，今晚那些老狐狸……夫人放心，我虽记不得以前的事，但那些直觉还在。谁若想在宴上触眉头，我的剑不答应。殿下，我的好殿下，你就带我去吧，我保证不乱跑，就在您身后当个端茶倒水的丫鬟还不行吗？宫宴不是儿戏，那是掉脑袋的地方。你老老实实守着你的珍馐腹，去凑那个热闹做甚？那不一样，今晚很重要，我心神不宁的，总觉会有事发生。重要？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？我就是担心您，殿下，您带我去吧，我真的很灵的。今晚不行，春桃，送李姑娘回房，没本宫的命令，不许她出府。殿下，等一下，您可以不带我去，但这个您一定要带在身上。殿下，可一定要记得带着，这里头放了些醒脑的药材。听说商将军带了个女人回来，这公主的脸怕是都丢尽了。可不是，今晚这戏可比歌舞好看。将军那边有动静吗？看样子还算应付得来，只是奴婢总觉得这席上的气氛有些古怪。李月那般反常，绝非空穴来风。今晚这席面上，怕是藏着什么。公主，请用茶。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！求公主责罚，求公主宽恕。这身礼服可是苏绣极品，泼了茶便废了。
今日这宴会，圣安公主怕是坐不住了。毛毛躁躁，成什么体统？母后，儿臣衣衫被污，怕是失了皇家礼数，请准儿臣先退下更衣。去吧，快去快回，莫要着了凉。公主，那宫女分明是故意的。盯着刚才那个宫女，若有人靠近偏殿，格杀勿论。这园里的花香怎么如此刺鼻？春桃，这味道不对。公主殿下不愧是上过战场的人，中了迷药还能如此勇猛，真是让皇叔大开眼界。只可惜啊，这样精彩绝艺的侄女，却不能为我所用。皇叔真是好算计，先用香气酒气催发药性，再调走我身边的春桃，如此飞行，真是辛苦皇叔。商宋凯旋之时，你与外敌勾连的那些暗杀事，早就被查得清清楚楚。气势丝毫不让，那些密信，现下怕是已经整整齐齐摆在了我父皇和皇兄的案头。那又如何？只要抓住了你，皇兄和太子投鼠忌器，这局棋就还没输。请公主跟我走一趟吧，你很快就能和皇兄他们团聚了，在我的地牢里。皇叔，你是不是在这位子上坐久了，脑子也跟着不灵光了？你不会以为这宫里就只有你养了暗卫吧？本王的暗卫皆是百里挑一，你那2个残兵败将撑不了多久，乖乖认输，皇叔还能让你少受些苦。我的女王，锦囊里我刚刚让系统给你变了个解毒丸出来啊，就在锦囊最底下，你快摸一摸。李月，这是李月的声音。该死的系统，为什么要限制我？为什么不让我出去救我女儿？我要急死了！还有商宋那个大傻个，怎么还不来救我女儿？再不来他就没老婆了。他的脑子里装的都是浆糊吗？死到临头，你还在笑什么？上次见面时还什么都没有，怎么现在能听到这些古怪的心声？但这声音的确是他。我的好侄女，别再撑了，你何必自讨苦吃？系统，你快让我出去！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女儿被这老混蛋抓走啊！你出了殿，我还会干什么？快放开限制！我女儿快没意识了！果然有夹层。咦，女儿找到药丸了，快吃啊！别犹豫，那可是我刚才被系统电了一次才换来的解毒神药，吃下去，吃下去你就不用怕这老狗的迷香了，快啊！拿命来！公主殿下，别怕，我来救你了。
躲好。哇塞，系统你好厉害！这走位，这剑法，简直帅呆了！女儿，别愣着呀，你快跑！这狗安王疯了，他想抓你去威胁商祚，你只要跑了，他就彻底没筹码了。快走啊！多谢。既然安王想要破罐子破摔，那本宫就去送他最后一程。站住！安王去追女娥了！系统，你快去杀他，把他们都杀了，一个都别留！我的好侄女，跑这么急做什么？你的对手是我。皇叔不在大殿筹谋你的皇位，偏偏带人来围堵我这个做晚辈的，可真是大材小用了。哼，抓了你，皇位自然稳一半。春桃，你系统，你个没用的东西，你怎么不去帮忙啊？你没看到我女单要输了吗？她要是破下了，我跟你拼命！闭嘴！我不闭嘴！女儿要是少了一根头发，我拆了你的主板！商颂呢？商颂死哪儿去了？还好，这古怪的东西没动。若是他这时候出来搅局，皇兄和我定下的这出局可就全毁了。我的好侄女，看来你终究是不行了，连一个小丫鬟都拿不下了。皇叔，你别得意的太早。到此为止了。你们早有勾结！春桃，你这贱婢竟敢背叛本王！背叛？皇叔，春桃从始至终都是本宫的人，何来背叛一说？哦，皇叔既然这么喜欢用药，那这颗滋味如何？你亲自尝尝吧。干得不错，春桃。能为殿下尽忠，是奴婢的本分。什么？这反转？系统，你早就知道这是个局，对不对？你看着我在这跟个猴似的急半天，你居然一个字都不说，太狗了！你真的太狗了！哦，是你傻，你才傻，你全家都傻。女儿赛高，女儿太帅了。殿下，安王余党已悉数落网，请殿下回府，神医已在将军府等着了。不行，大殿那边父皇和皇兄。公主殿下不必担心，皇上和太子殿下早已安排妥当，您的身体要紧，万不可耽搁。罢了，我的戏已经唱完了，剩下的就交给他们吧。怎么天旋地转的？这个笨蛋，战场上拼命也就算了，守个床也能把自己守得这么狼狈。夫人，你醒了，你可算醒了。安醒了，快让母后瞧瞧。是，安醒了吗？师姐，太子，太子，师姐，
公主，将军已经在门外站了半个时辰了。这几日他白天忙着清剿残党，夜夜都守在您房门口。您真不让他进来？哼，让他守着。当初在东宫屏风后，他与皇兄合谋假装失忆来试探本宫，这笔账本宫还没跟他算清楚呢。安安，我知道错了，这夜里风大，你就让我进去伺候你歇息吧。商大将军处理政务辛苦，还是回你自己屋里睡吧。本宫这小庙容不下你这尊大佛。将军，那是公主的寝殿，您不能硬闯啊！安安，你就算要杀我，也得先见见我，这样躲着我算什么事？商大将军，这会儿不装傻了，少来这一套。说，从什么时候开始没失忆的？从头到尾你都在演戏。夫人，我错了。就这样，解释呢？当初归京时局势未稳，安王的眼线到处都是，事情发生的太突然，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和夫人解释。再说，陛下太子都觉得这事儿风险太大，他们不希望你参与进来涉险，我是怕保护不周，才……哦吼，快看啊，这男主是懂甩锅的。明明就是他自己想借着失忆的名头，不要脸的跟女娃套近乎，培养感情，现在居然全推到皇上身上去了。这绿茶味儿简直扑面而来，什么为了你好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女儿千万别信他。商颂啊商颂，若不是有李月这个意味，本宫怕是真要被你这副深情模样给骗了过去。商颂，你看着本宫，本宫且问你，若非这几日我机警发现了端倪，你与皇兄是不是已经商议好了，要趁着月黑风高，将本宫偷偷送离京城？是。好一个为我好，好一个不希望我参与。你们把本宫当成什么了？是那经不起半点风浪的娇花，还是随你们心意便可随意安置的物件？男主这事儿做的确实不地道，也就是仗着我弃暗投明叛变了。要是没有我，这局势确实危险的要命。原剧情里，女儿虽然也被偷送走了，可半路还是被安王那条疯狗给截住了。他拿女儿去威胁商颂和太子，商颂那笨蛋差点死在安王手里，连女儿最后都因为中毒早死。商颂也是白瞎了这张帅脸，明明暗恋了女月那么久，好不容易把人娶到手了，这嘴却跟抹了强力胶一样，屁都放不出来一个。要是按原书走，他活该最后没老婆。越想越心疼我的宝贝女儿，还好，老天开眼让我穿过来了。商颂喜欢我，那个在边关杀人不眨眼的修罗，竟然暗恋本宫多年。原以为他是受了伤，脑子坏掉后产生的错觉，可如今看来，他这些亲昵的行为似乎从未掩饰过。商颂，本宫问你，你喜欢我？哇塞，女儿真知秋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霸道公主爱上我吗？上啊，商颂，别怂，大声告诉他。李月，糟糕，被发现了！公主，我错了，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，我只是路过，我真的什么也没听见啊。商颂，本宫在问你话，你是不是当真喜欢我？我以为这2年寄回来的每一封家书，归京后每一句出阁的混话，我都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。安安，若是不喜欢，臣何必在宫宴上拼死护驾？若是不心悦，臣又何必在夫人面前像个笨蛋一样卖惨讨饶？
我都招了安安，你呢？你有没有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，也喜欢我？没有。手拿开，商将军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别以为说两句软话，本宫就饶了你。安安，求你，喜欢喜欢我好不好？商颂，你先给本宫起来。商颂，你听好了，本宫眼里揉不得沙子。你要是敢生了二心，敢喜欢上旁人，本宫便立即写了休书把你休了，绝不回头。夫人放心，这将军府从前、现在、往后，都只会有你一个女主人。我也发誓，这辈子只会喜欢安安一人。安安，你这脚力，当真是想谋杀亲夫啊？亲夫，本宫看商将军心思深沉的很，一会儿失忆，一会儿合谋，哪里需要本宫这个夫人？商颂，别以为你刚才说了几句喜欢，就能把假装失忆骗我的事儿糊弄过去。这笔账，本宫还没消气呢。夫人，公主殿下，当真睡了？夫人，我错了，这地上的寒气直往骨缝里钻，实在是冷得厉害。安安，你心疼心疼我吗？我都还是个伤号，万一冻坏了，以后谁来护着你？唉，边关的寒风没能要了我的命。家里的冷地毯怕是要把商某人这最后一口气给耗尽了。夫人心狠，看来我是真的讨人嫌了。你再在那儿念叨，这辈子就都别想上来了。还磨蹭什么？上来！我就知道夫人最是面冷心软，断然舍不得我睡地上的。少自作多情，本宫是怕你冻死在屋里，传出去坏了我的名声。安安，别生我的气了。你可知我心悦你已经很久很久了。当年在边关第一次见到你时，我便在想，这世间怎会有如此倔强又耀眼的姑娘？从那时起，我心里便再容不下旁人了。商颂，你怕不是疯了？我那年才18岁。那年周国起兵，皇兄临危受命，我当时为了跟着去，偷偷换了假诏混进队伍。父皇发现后，我是撒泼打滚才勉强留在边关的。我18岁那年在边关摸爬滚打，浑身脏得跟个泥猴似的，你竟然在那时候就对我起了这种心思。我搜遍了记忆，也没瞧见你这号人。当时你也在边关？当时我随父亲驻扎在侧翼营地，那日我奉命带兵支援太子殿下，撤离前，正好瞧见一个穿着宽大甲胄、满脸泥灰，却还要仗剑护着伤兵的小姑娘，只那一眼，便叫我看进了心里。我想着，这京城传闻中娇滴滴的狄公主，原来竟是这般耀眼的人物，自此一眼万年，再难于情。这买卖左右我不亏，人是英俊忠诚的，钱和权我也捏得死死的，这日子倒也顺心。那夫人，既然旧账清了，咱们那份误了2年的洞房花烛，是不是也该补上了？你瞧李姑娘的脸色，比昨晚刚从井里捞上来的水鬼还白，这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儿？昨晚在公主窗根底下听闭眼，没被将军当场捏断脖子，就算他命大，这会儿知道怕了。系统，你快出来救我！女儿这表情太高深莫测了，她该不会是想起来昨晚我听到了商颂撒娇的声音，现在要杀人灭口吧？不要啊！我才刚赚到买房子的钱啊！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系统，你快帮我查查将军府的刑具里有没有痛改减半的插件啊！
公主，我昨晚真的是路过，我发誓我什么都没听见。将军没哭，也没求亲亲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李姑娘放心，本宫不会为了那点小事就杀了你。啊！不杀我，吓死老娘了！系统，你看，女月还是爱我的。等等，公主，您刚才说，您知道我在想什么？本宫不仅知道你想求饶，还知道你刚才在心里骂将军是大笨蛋，还问系统有没有痛感减半的草间。救命啊！公主，你该不会真的能听到我心里想的什么吧？这不科学，这剧本不对啊！昨晚你就在那儿嚎的本宫头疼，现在当着面还要继续叫吗？安静些，坐下说话。姑娘不必惊慌，本宫今日叫你来，不是为了算昨晚的账。本宫想知道你昨晚在窗根底下念叨的原剧情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殿下，殿下，如果我告诉你，咱们现在活的地方其实只是一个被人写出来的画本，你信吗？我也觉得荒诞，可现实就是我死后不知怎么的，魂魄就钻进了这个世界的李月身体里。那个叫系统的鬼东西一直在我脑子里下令，让我必须按画本里的剧情走。可我不愿意。我看过那个破烂画本，里面逻辑狗屁不通，结局更是惨绝人寰。我既然来了，就没打算当谁的提线木偶。所以，我叛变了。我不想看你们被那个破画本玩死，我要改变这一切。画本结局，在那原先的画本里，我根本不是什么救命恩人，而是安包安扎在商赞身边的死忠细作。我的任务就是想尽办法离间你们夫妻，窃取边关不防图，最后陷害商赞通敌叛国，满门抄斩。陷害商颂，安王真是好毒的心肠。商颂和太子也不傻，他们察觉了我的身份，便打算将计就计，来个瓮中抓鳖。可商颂为了保你周全，瞒着你，想强行把你送出京城这个是非之地，所以当初那个贾失忆的戏码也是为了这个。那个剧情里，春桃被安王下了蛊毒控制，在送你出京的半路上，他亲手迷晕了你，把你抓回安王府当成人质。安王拿着你的命，在两军对垒时威胁商颂自裁。可为了救你，商颂在那场恶战里受了几乎断命的重伤，而你在被囚期间中了安王的奇毒，那种毒，这世间根本无药可解。那后来呢？你毒发身亡，早早便去了。商墨在交代完所有的后事，亲手把安王碎尸万段后，就在你的灵位前随你而去了。这画本挺荒谬的，我当时就因为和作者熬夜对骂，气死了才来到这里的。您不知道，那破系统可不是吃素的。刚开始他天天在我脑子里叫嚣，逼着我按原剧情去害您。只要我稍微动点歪心思，他就用雷电招我。我是好说歹说，又是哭又是求，甚至拿这个世界的崩塌去威胁他，才好不容易劝得这祖宗倒戈，跟咱们站到一条船上。所以，你这是拼了命，也要逆天改命。那是当然，我可是要活命的。而且，那个该死的画本里竟然还写说公主殿下您压根儿就不爱商将军，嫁给他只是被迫完成任务。怎么可能嘛？要是不爱，您怎么会同意成亲？要是不爱，您怎么会在他受伤时守了整整2夜？您说对吧，殿下？有点爱。我就说吧，有点，只有有点吗？啊？什么叫有点爱啊？商颂那个大傻瓜可是命都快给你了，你就给人家一个有点儿？商颂要是听见，怕是又要躲被窝里哭去了。不科学，这也太不科学了。李姑娘，你且算算，我和商颂成婚前，直到他领旨出征，满打满算也就见过2面，
见了两面就得要生要死，非他不嫁。你指望本宫对他能喜欢到什么地步？在本宫这儿有点爱，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。其实对于商颂，我是喜欢的。若非真心，凭本宫的身手和地位，谁能逼我点头？不过这李月藏不住话，这些心思还是不让他知道的太多了好。如今安王已倒，画本也乱了，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我想留在京城，接着开我的珍馐坊。我想把分店开满整个大周，赚很多很多的银子。反正我也回不去那个熬夜骂作者的世界了。在这里当个京城第一厨娘也没什么不好的，倒是有几分志气。那本宫便看你如何让这京城都飘满你酒楼的香气。殿下，新品麻辣鲜香，快帮我试吃一下。殿下，您瞧瞧，若是您能入伙，凭您的财力和地位，再加上我这些新奇点子，不出3年，大周的商业命脉就全在咱们手里了。你这丫头倒是真敢想。李姑娘，您这是要把咱们公主也拉下水，当个商贾之流吗？这叫强强联手。殿下，考虑一下。那是商颂。商颂，你发什么疯？这是正厅。安安，我听说了，某人嫌弃我这个夫君只有一点点爱，甚至还打算去跟人做生意。你听强根。臣旧伤复发，需离京去往苦寒之地静养半年。这半年你哪儿也别想去，更不准想什么商业大计。你的眼里只能有我。商颂，这里就是你当年第一次见我的地方。是，那时候你是小猕猴，现在你是我的妻。商颂，李月问过我。问你什么？问我爱不爱你。那你怎么说？我说，那是我想共度一生的人。安安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李月见义勇为而死，评价极其愚蠢，献给你一个复活机会，绑定恶毒反派系统，完成任务即可实现一个愿望。实现愿望？那我要暴富，还要看绝世美男。任务目标：进入圣安传画本，作为安王死忠，拆散定国大将军商颂与圣安公主。我不干！狗系统，你让我去拆我最爱的 CP， 你不如现在直接把我弄死。任务失败，魂飞魄散，请宿主自重。魂飞魄散就魂飞魄散，老娘磕的 CP， 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给我锁死。李月，我知道你是安王送来的，不管你打什么主意，若敢在公主面前露了本将贾失意的底，我便让你走不出这将军府。威胁我？要不是为了我女爸的幸福，我早一锅铲呼你脸上。将军放心，奴婢明白，奴婢什么都不会说的。表面跟着剧情走，暗地里老娘给你暗度陈仓。女儿，我来了。李姑娘，商颂的事，你最好烂在肚子里。圣安太单纯，姑不希望她被这些肮杂事搅了清净。单纯？你妹是杀过敌的战神公主好吗？你们这群自以为是的男人，简直可恶！殿下教训的事，奴婢省得。那怎么能行？我才不干呢！我要是不说，不就让你们重蹈覆辙，最后落个英年早逝，全灭收场了？
两位殿下，奴婢真是冒死相告，那安王在外面和外敌都串通好了，还有将军其实……好了，李姑娘，你的心意本宫都明白了。反正我已经和公主说了，公主和太子妃也信我，商颂和太子能把我怎么样？李姑娘，这又是怎么了？好端端的，怎么像被雷劈了似的？快去请大夫，是怕不是得了什么异症吧？没有，狗系统，你电我一次，我就泄露一次安王的消息给公主，有种你就把我电成黑炭！李月，你疯了吗？你是恶毒反派，你现在的行为是在自毁前程。什么前程？拆我 CP 的前程？我呸！祖宗，我的亲祖宗，你到底想干嘛？咱们安安分分走剧情，拿了奖励回去不好吗？你难道不想见你哥了吗？我已经见到了，哥哥。你什么时候认出来的？打从你第一次电我，却又偷偷扣下我一半痛感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。哥，这种时候还要瞒着你妹子，有意思吗？随你吧，我真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想干嘛就干嘛吧，出了事儿，哥替你瞒着就是了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来吧，哥哥，既然你都认栽了，那就别在那儿当什么老史诗系统了。哥哥，想不想看真正的大戏？跟我一起把安王那帮人坑死，顺便帮女儿和女婿锁死一辈子。来，哥，上我的贼船，包你满意。这安王谋反，罪证确凿，竟然落得个五马分尸的下场，活该！听说还是李姑娘暗中搜集的证据，连她手下那些党羽都被杀的被杀，流放的流放。在我的背叛下，安王死得更惨了，五马分尸。他的党羽被杀的被杀，被流放的流放。我的女娥终于要平平安安、顺累一生了。系统，你快给我滚出来解释清楚！公主她为什么能听见我的心声？完了完了！我背地里偷偷吐槽将军山的那些话，还有脑补的那些脸红心痛的羞人桥段，公主岂不是全听见了？这跟当众社死有什么区别？我找个地缝钻进去算了。行了，别在那儿鬼叫，是我让他听见的。不过他只能听见我想让他听到的东西。关于你那些变态的脑补，我早就屏蔽了。还好不是所有新生。你这种行为真的很没有道德，简直是侵犯我隐私。既然能连通公主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害得我刚才在那儿装疯卖傻，我不要面子的嘛。虽然嘴上这么骂，但我心里清楚，如果不是哥哥故意让公主听见情报，安王那老狐狸也没那么容易倒台。我刚才也就是想借机发个火，顺便掩饰一下我作为 CP 头子被正主抓包的尴尬。不过还是不可原谅，也就是我脾气好。算了，看在你在宫宴上亲自上阵支援公主，没让我女儿受委屈的份上，我就勉为其难原谅你了。我磕的 CP 终于甜甜蜜了。该死的商祚，我女儿身子不好，她怎么一点都不知道疼惜？上次啊，你当初求娶安安时是怎么跟我保证的？安安先天体弱，太医反复叮嘱需静养调理，你竟这般罔顾她的身子，你还有没有分寸？太子妃，您听臣解释，这事儿真不是……哼，解释什么？证据确凿。太子妃，别跟他废话，这种只会欺负小姑娘的臭男人，至少得让他再等2年。没错，你若是当真闲得骨头疼，没处撒力气，你就给我带你小侄儿。两位姑奶奶，能不能听臣把话说完？是安养的这黎曼出去鬼混怀了，下人传话传差了，说公主要生了，那是黎曼公主。狸猫？那只叫公主的猫？不然呢？
臣就算再着急，也断然舍不得让安安现在受生产之苦。方才那大夫进府是去给猫接生的。妈呀，吓死我了！我就说商颂没那个胆子。既然是虚惊一场，那就让他带孩子吧，全当是提前锻炼了。奇变，偶不变，符号看象限。老乡啊，你也是熬夜对骂进来的？我是看小说吐槽进来的。走走走，这破剧情不看了，找个酒楼畅聊去。哥，你说咱们这算不算功德圆满？安王没了，女儿和女婿去边关度蜜月了，我也成了京城首富，你可以不用再待在那个冷冰冰的空间里了吧？你当初说能实现我一个愿望，我现在反悔了，行不行？我不要暴富了，你回来行不行？哪怕再电我一次。大半夜哭得这么丑，别说是我妹，我嫌丢人。哥，你在哪儿？你别装神弄鬼，有种现身啊！怎么，真见了面，连哥哥都不会叫了？李峰，你个混蛋！你不是说系统不能实体化吗？你居然骗我！傻丫头，我不叛变主神，哪来的实体？为了留下来陪你这个爱惹祸的，哥可是连工作都弄丢了。现在我就是个无证游民。谁要你赔了？我现在的追求者能从城东排到城西。行啊，那我就在这珍馐坊当个账房先生，顺便替你把关，看看都有谁追求你这个麻烦精。哥，那你的愿望呢？你把机会都给了我，你想要什么？我的愿望啊，已经实现了。